林之义站在巴黎戴高乐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手机贴着耳朵，指尖却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电话那头传来顾廷琛漫不经心的声音，像是在说什么无关紧要的小事。秘书耍小脾气呢，等你回来给你报销。秘书耍小脾气，他为了这个30亿的订单，在巴黎连续熬了7个通宵。谈判桌上，法方代表换了3拨人轮番上阵，他一个人扛了整整4天。最后签下合同的那一刻，他为痉挛到几乎站不起来，还是硬撑着跟对方握了手，微笑着说合作愉快。而现在他站在机场，等着登上回国的航班，财务总监却打电话告诉他，这次出差的全部费用，包括机票、酒店、翻译、法务咨询，加起来将近60万，需要他自己承担。林总监，实在不好意思啊。财务总监在电话里阴阳怪气，顾总特批的，说您这次行程没有走正规审批流程，属于个人行为。公司的差旅制度您是知道的，没有事前审批，一律自费。没有走正规审批流程。林之义翻出手机里的审批截图，明明白白写着已通过，审批人一栏签着顾廷琛的名字。他当时亲自把审批单送到总裁办公室，顾廷琛头都没抬，说了句放那儿吧，随手签了字。现在倒成了没有走正规审批流程。他把审批截图发给财务总监，对方隔了5分钟才回复，顾总说这个签字是您伪造的。林之义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拨通了顾廷琛的电话。他以为他会解释，哪怕是敷衍也好，结果他直接承认了，承认的坦坦荡荡，甚至带着一丝不耐烦，像是被他的质问打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而那句秘书耍小脾气，彻底撕碎了他最后一点幻想。秘书苏婉晴，24岁，去年刚毕业，顾廷琛亲自招进来的总裁秘书。林之义第一次在办公室见到他的时候，苏婉晴穿着一件粉色的小香风外套，乖巧地站在顾廷琛身边，甜甜地喊他之义姐。现在想来，那个称呼本身就是一种宣誓，不是林总监，不是顾太太，而是之义姐。亲昵的，带着某种隐秘优越感的称呼，仿佛在提醒林之义，你看，我比你年轻，比你更靠近他，但你是我姐姐，所以你不好跟我计较。顾廷琛，林之义压低声音，机场广播正在播报登机通知，他几乎听不清自己的声音。我给你签下的这个订单30亿，你现在告诉我，我出差的60万要自费。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林之义能听到背景里有轻柔的音乐声，是那首苏婉晴最爱在办公室放的法国香颂。去年林之义去巴黎出差前，苏婉晴还特意来跟他说，之义姐，巴黎有家甜品店的马卡龙特别好吃，你帮我带1盒回来好不好？他当时笑着答应了，在巴黎跑了3家店才买到。带回来之后，苏婉晴当着他的面尝了一口，皱眉说太甜了，随手放在了茶水间的角落里。3天后，保洁阿姨把它扔进了垃圾桶。之意，顾廷琛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耐烦，像是被他的纠缠打搅了兴致，不是什么大事。婉晴最近心情不好，你也知道她年纪小，有些小孩子脾气。你跟一个小姑娘计较什么？等她气消了，自然就给你报了。她心情不好，所以我要自费60万。你是顾太太，缺这60万吗？顾廷琛笑了一声，那笑声里带着林之义从未听过的轻慢。再说了，你那个订单，公司的资源，公司的品牌，功劳本来就是公司的，你不过是在前面跑了一趟，真以为30亿是你一个人谈下来的？
林之义握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他想起自己为了这个项目做的所有准备。半年前，他在一次行业峰会上偶然得知法国龙盛集团有意拓展亚洲市场，回来之后连夜整理了30页的市场分析报告，主动请缨跟进。顾廷琛当时怎么说的？他靠在办公椅上，漫不经心地翻了翻他的报告，说：行吧，你去试试，反正不成也没什么损失。反正不成也没什么损失。那之后半年，他飞了6次巴黎，每一次都是凌晨的红眼航班，因为便宜。她是顾太太，但她从来不愿意在公事上占公司的便宜。住在巴黎郊区的经济型酒店，每天坐40分钟地铁去龙盛总部。法方代表最开始连见面都不愿意，他在对方公司楼下的咖啡馆守了3天，才等到一个15分钟的碰面机会。那些加班到凌晨的日子，那些被对方反复刁难的时刻，那些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在异国街头奔波的路程，在顾廷琛嘴里变成了一句：你不过是在前面跑了一趟。好。林之义听见自己说，声音平静的不像自己。我知道了。他挂断电话，没有再多说一个字。有些事情在这一刻终于清清楚楚。她嫁给顾廷琛3年，从顾氏集团最基层的项目助理做起，3年里亲手带出了市场部1半的骨干，拿下了公司近40%的年度大单。所有人都说顾总娶了个好太太，又漂亮又能干，是真正的贤内助。林之义自己也这么觉得，他觉得他们是并肩作战的伴侣，是彼此成就的搭档，是旗鼓相当的爱情。直到今天，他才明白，在顾廷琛眼里，他自始至终只是一个在前面跑了一趟的执行者。他所有的付出，所有的成绩，都不过是公司的资源，公司的品牌堆砌出来的结果，换谁去做都一样。而他作为顾太太，连计较60万差旅费的资格都不应该有，因为你缺这60万吗？他确实不缺，但这从来不是钱的问题。林之义深吸一口气，翻出手机通讯录，找到了一个号码。那是龙盛集团亚太区总裁克里斯蒂安·杜邦的私人手机号。签完合同那天，杜邦亲自送他到电梯口，用带着浓重法语口音的英语对他说：林女士，龙盛选择顾氏，不是因为顾氏的品牌，而是因为你。你是我见过最专业、最有诚意的合作伙伴。如果有一天你想换个平台，龙盛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当时他笑着道谢，心里想的是回去之后怎么推进项目的落地执行。现在他重新拨出这个号码，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电话响了4声，接通了。林女士。杜邦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意外，但带着真诚的喜悦。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合同已经开始走内部流程了，我们这边非常期待接下来的合作。杜邦先生，林之义用流利的法语开口，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请说。我建议您暂缓合同的内部流程。林之义的声音平稳而清晰，因为关于这次合作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我认为您有必要在流程完成之前了解清楚。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杜邦是一个极其精明的商人，他几乎立刻从林之义的话语中捕捉到了某种不寻常的信号。什么情况？顾氏集团可能会发生重大的人事变动。林之义说，具体来说，负责这个项目的核心团队，也就是我和我的团队，可能会在近期离开顾氏。又是一阵沉默。林女士，杜邦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你应该知道，龙盛选择顾氏的核心原因就是你。合同里有一项关键条款，如果项目核心负责人发生变动，
龙盛有权单方面终止合作，且不承担违约责任。我知道，林之义说，这项条款是我坚持写进去的。当时法务团队还质疑过这项条款的必要性，说这等于给甲方一个随时反悔的借口。林之义坚持保留，他的理由是这是对双方负责的保障条款。现在想来，也许在潜意识里，他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天。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建议您现在就启动这项条款。林之义平静地说，在合同正式生效之前。杜邦沉默了很久，林之义能听到电话那头纸张翻动的声音，大概是在重新查看合同条款。林女士，杜邦终于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你确定要这么做吗？这个订单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很清楚，我很确定。那么，杜邦停顿了一下，我可以知道原因吗？林之义握着手机，机场的落地窗外，一架飞机正在跑道上加速滑行。他看着那架飞机冲上天空，在灰白色的云层中撕开一道口子，然后越来越小，最终消失不见。因为他轻声说，我需要让自己真正的醒过来。挂断电话之后，林之义在候机大厅的长椅上坐了15分钟。他翻看着手机里的照片，有一张是他和顾廷琛结婚那天拍的，他穿着白色的婚纱，笑得眉眼弯弯。顾廷琛站在他身边，西装笔挺，嘴角挂着得体的微笑，眼神却没有看他，而是看向了镜头的某个角落。他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现在才发现，原来从头到尾沉浸在这场婚姻里的只有他一个人。还有一张是他去年拿下年度最佳员工时拍的，顾廷琛作为总裁给他颁奖，两个人站在台上，中间隔着一个奖杯的距离。他递过奖杯的时候，甚至没有看他一眼，而是在跟台下的什么人交换眼神。林之义放大照片，在画面的边缘找到了苏婉晴的脸。年轻的女秘书站在人群中，仰头看着台上，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原来一切都有迹可循，只是他选择了视而不见。登机广播再次响起，催促最后几位未登机的旅客。林之义站起身，最后看了一眼巴黎的天空。这个城市见证了他最拼命的样子，也见证了他最狼狈的觉醒。他转身走向登机口，步伐坚定。飞机起飞前，林之义发出了3条消息。第一条发给他的私人律师，帮我准备一份离婚协议，财产分割方面我需要最详细的方案。另外，帮我查一下顾氏集团近3年的股权变更记录，尤其是跟我名下那 15% 的股份相关的部分。第2条发给他市场部的核心团队，那5个人是他3年里一个一个亲自带出来的，从最基础的竞品分析到独立负责千万级的项目，他手把手教，也替他们扛了无数次的锅。消息的内容很简单，各位，我准备离开了。如果有愿意跟我一起走的，落地之后老地方见。如果选择留下，我完全理解，也祝你们一切顺利。第3条，他发给了苏婉晴。苏秘书，我已经向龙盛集团正式发送了合同暂缓执行的申请。这个订单的负责人变更之后，龙盛有权单方面解约。希望你做好心理准备，也祝你的小脾气能够尽快消下去。3条消息发完，林之义关掉了手机。飞机开始滑行，引擎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他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感觉到飞机加速，抬头拉升，整个机身微微颤抖着，像是在用力挣脱大地的束缚。13个小时后，他将降落在另一片土地上，而那个时候，有些事情也该彻底变一变了。
飞机降落在滨海国际机场的时候，是北京时间的下午2点。林之义打开手机，铺天盖地的消息涌了进来。微信未读消息99加，未接来电30几个，其中大半来自同一个号码顾廷琛。他没有回电话，而是先点开了团队群聊。林姐，我跟你走。这是周燕，他最得力的副手，跟了他2年半，从一个只会做基础数据的小男生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项目负责人。去年他被竞争对手公司挖角，开了双倍薪资，他拒绝了，理由是跟着林姐干，踏实。我也走。林姐去哪儿我去哪儿。这是陈敏，市场部最资深的客户经理，手里攥着公司近一半的核心客户资源。他比林之义还大3岁，是部门里唯一一个从一开始就不叫他林总监，而叫林姐的人。林之义记得有一次加班到凌晨，陈敏端了杯热牛奶放在他桌上，说了句别太拼了，身体要紧。那是他进故事之后为数不多的真正温暖的时刻。加我一个。不过在走之前，我想先把财务部那个老秃驴骂一顿。这是赵小川，部门里最小的男生，去年刚毕业，愣头青一个，但做事靠谱，嘴也毒。林之义看到这条消息，忍不住笑了一下。赵小川，你冷静点，等我回来再说。他回复。后面还有2条消息，一条来自许朝阳，部门里唯一的设计师，平时话不多，但经手的每一份方案都拿得出手。他的回复只有4个字：老地方见。最后一条来自苏珊，市场部的行政专员，看起来最不起眼，但部门的每一份合同，每一笔报销，每一个流程节点都在他脑子里装得清清楚楚。他的回复更简短：姐，等你。5个人，1个不少。林之义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眼眶微微发热。他深吸一口气，把涌上来的情绪压了回去，然后拨通了顾廷琛的电话。电话几乎是瞬间接通，像是对方一直在等着。林之义。顾廷琛的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怒意，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知道。林之义的声音很平静，取消一个本来就不属于你的订单。什么叫不属于我的订单？那是顾氏签的合同。你身为顾氏的市场总监，拿着顾氏的薪资，用着顾氏的资源，你告诉我这个订单不属于顾氏，你疯了吗？林之义没有说话，安静地听着电话那头的咆哮。顾廷琛显然被他的沉默激怒了，声音又拔高了几分。你知道龙盛那边刚才发来了什么吗？合同暂缓执行通知，还引用了合同第17条第3款。那是什么条款？谁让你写进去的？你一个市场总监，有什么权利在合同里加这种条款？合同签之前经过了法务部审核，也经过了你的审批。林之义平静的回应，第17条第3款当时就写在合同里，你自己签了字。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瞬，林之义能想象出顾廷琛此刻的表情。他大概正坐在那张宽大的总裁办公桌后面，脸色铁青，手指烦躁地敲着桌面，就像每一次项目出问题时那样。只是以前他总是在他对面坐着，帮他分析问题，出谋划策，收拾残局。而现在他就是那个问题。你到底想干什么？顾廷琛的声音压低了一些，带上了一种他熟悉的口吻，那种对待难缠的商业对手时才会用的，带着威胁和试探的语气。你是顾太太，顾氏的利益就是你的利益。你这样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顾太太。林之义轻轻地重复了这3个字，声音里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顾廷琛，
你让财务通知我全程自费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是顾太太？你说我的签字是伪造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是顾太太？你说秘书耍小脾气让我忍一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是顾太太？你不用回答。林之义打断了他，因为我现在不想听了。他挂断电话，拉着行李箱走出了机场。滨海市的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林之义在出租车上发了定位给团队，老地方，那是公司附近一家不起眼的湘菜馆，他们加班后经常去。老板认得他们，每次都会留最里面那个包间，安静，方便说话。出租车刚开出机场高速，林之义的手机又响了。这次不是顾廷琛，而是一个他没想到的人，顾廷琛的母亲，她的婆婆赵美兰。林之义盯着来电显示看了3秒，还是接了。之义啊，赵美兰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焦急，但更多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责备。你跟廷琛吵架了？吵什么架啊？夫妻之间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我刚才听公司的人说，你把一个什么大订单搞砸了。这可不行啊，顾氏的生意不是儿戏，你不能因为自己的小情绪影响大局。有什么委屈，回来跟妈说，妈给你做主。但是公司的事不能这么任性，知道吗？林之义静静地听完，忽然觉得有些好笑。3年来，赵美兰对他表面上客气，实则从来都没把他当自己人。过年过节，赵美兰会在家族群里发全家福，照片里永远是顾廷琛和顾家的亲戚们，林之义要么不在，要么被安排在边缘。有一次家族聚餐，赵美兰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之义啊，你虽然出身一般，但嫁到顾家就是你的福气，要多体谅廷琛，他工作辛苦。林之义当时笑着说好，心里却想，她嫁给顾廷琛的时候，顾氏还只是一家年营收不到5000万的小公司，是他用3年时间帮顾廷琛把公司做到了如今近10亿的规模。他的出身一般，并没有拖累任何人。妈，林之义开口，语气平淡的像在说今天的天气，不是小情绪。顾廷琛出轨了。电话那头骤然安静，过了好几秒，赵美兰的声音才重新响起，语气已经变了。你说什么？这种话可不能乱说。我没有乱说。对方叫苏婉晴，是顾廷琛的秘书。您如果不信，可以自己去查。林之义顿了一下，另外，那个订单不是我搞砸的，是顾廷琛自己搞砸的。他挂了电话，把赵美兰的号码暂时拉进了黑名单。他知道接下来还会有无数的电话打进来，顾家的亲戚、公司的高管、各路人马，但他现在不想应付任何人。出租车停在那家湘菜馆门口时，已经是下午4点半。林之义推开包间的门，5张熟悉的面孔齐刷刷地转过来看着他。周燕最先站起来，什么也没说，只是走过来给了他一个拥抱。这个26岁的大男生眼圈有点红，像是刚跟人吵过架。后来林之义才知道，他发完消息之后，周燕第一个去财务部闹了一场。他堵在财务总监办公室门口，当着全公司的面质问对方，林总监的差旅审批单明明是顾总亲自签的字，你说伪造就伪造，你把审批单原件拿出来，咱们去鉴定笔迹，你敢吗？财务总监被他逼得说不出话，最后叫了保安。陈民把一杯热茶推到林之义面前，还是那个动作，还是那句话，别太累了。赵小川憋了半天，实在忍不住了，林姐，龙盛那个订单真的取消了，暂缓执行。林之义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不紧不慢地说，但本质上
差不多。包间里安静了2秒。卧槽！赵小川说。许朝阳难得开了口，龙胜那边是什么态度？杜邦本人给我打过电话，林之义说他的意思很明确，龙胜是冲着我和我们团队来的。如果我们要离开顾氏，龙胜愿意把订单直接签给我们，但不是以顾氏供应商的身份，而是以一家独立公司的身份。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面，包间里的气氛瞬间变了。5个人的眼睛同时亮了起来，那种光芒林之义太熟悉了，那是猎手嗅到猎物气息时的兴奋，是战士听到号角声时的战栗，是一个真正优秀的团队面对巨大挑战时才会迸发出的灼热的斗志。林姐，周燕第一个开口，声音有点发抖，但眼神是坚定的。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林之义放下茶杯，目光从5张脸上一一扫过。我要成立一家新公司。龙盛的订单是新公司的第1个项目，但不会是唯一一个。我们在顾氏3年积累的客户资源、行业口碑、专业能力，这些东西顾廷琛拿不走。他能拿走的是顾氏的牌子，但他拿不走我们这群人。他停顿了一下，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我不会让你们跟我出来之后过上比在顾氏更差的日子。我要让你们每个人都比现在挣得多，过得痛快，活得有尊严。我跟陈敏第一个举手，语气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我在顾氏干了5年，工资涨了不到 30%， 客户翻了3倍。顾廷琛每年给苏婉晴买包的钱都比我的年终奖多。这种地方不留也罢。我也跟赵小川举手，不过我有个条件，以后咱们公司财务部的人不能是秃头。许朝阳忍不住笑了一声，然后正色道：我加入。不过我有个问题，新公司的启动资金怎么解决？我这些年个人积蓄大概有800万左右。林之义说，加上我在顾氏 15% 的股份，如果顺利变现，应该能凑到3000万以上。第1年的运营资金足够了。股份？周燕皱眉，林姐，顾家会让你顺利把股份变现吗？林之义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眼底浮起一层薄薄的笑意。他们会求着我变现的。没有人听懂这句话的意思，但所有人都从林之义的眼神里读到了一个信号，他还有后手，而且不止一个。那天的讨论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6个人围着那张被蜡味熏得油光发亮的圆桌，在一堆餐巾纸上画出了新公司的初步架构。周燕负责项目执行，陈敏负责客户对接，赵小川负责市场拓展，许朝阳负责品牌视觉，苏珊负责行政财务。林之义自然是统筹全局。新公司的名字是赵小川起的，涅槃。林之义觉得有点俗，但陈敏说好，涅槃重生，恰如其分。散场的时候，周燕走在最后，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叫住了林之义。林姐，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说。你出差那几天，我在公司看到了苏婉晴的工牌。周燕的声音压得很低，她工牌上的职位不是总裁秘书了。林之义微微皱眉，那是什么？副总裁助理。周燕看着林之义的眼睛，一字一顿，分管市场部。林之义站在湘菜馆门口，深秋的夜风吹过来，带着一丝凉意。街对面的霓虹灯忽明忽灭，在他脸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光影。副总裁助理，分管市场部。顾廷琛是什么时候做的这个决定？在他飞往巴黎的第2天、第3天，还是他熬夜跟法方谈判的那几天里，
他正在国内给苏婉晴安排新的职位。他想起来了，出发前1周，顾廷琛确实提过一次，说市场部的工作压力太大，要不要给他配个助理分担一下。他当时忙着准备谈判材料，随口说不用了，团队已经很完善了。顾廷琛没有坚持，他还以为他是尊重他的意见，原来他只是提前告知了他结局，用一种他听不懂的方式。知道了。林之义对周燕说，谢谢你告诉我。林姐，周燕犹豫了一下，你真的没事吗？林之义转头看着他，忽然笑了，那个笑容在夜风里显得格外明亮，甚至带着一丝张扬的近乎嚣张的光芒。周燕，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吗？什么？不是嫁给了顾廷琛，而是花了3年时间才看清他。他顿了顿，收起了笑容，眼底浮现出一种周燕从未见过的锐利。不过没关系，看清了就好办了。他转身走向街边，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上车之前，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那家湘菜馆，暖黄色的灯光透过窗户洒出来，5个人还在门口站着，目送他离开。他们身后的招牌上，褪色的霓虹灯管一闪一闪的，像是某种无声的约定。林之义坐进出租车，对司机报了地址，那是他和顾廷琛的家，滨海市最贵的小区之一，一套近300平的大平层。房产证上写的是2个人的名字，首付是他出的。当初买房的时候，顾廷琛说公司现金流紧张，首付先让他垫一下，等年底分红再补给他。林之义没多想，把自己工作5年的全部积蓄拿了出来，560万，干净利落的打进了开发商的账户。那年年底，顾廷琛的分红没有补给他，而是换了一辆迈巴赫。他说公司需要撑门面，开好车谈生意有面子。林之义觉得有道理，也没有计较。现在想来，那辆迈巴赫的副驾驶大概早就坐过苏婉晴了。出租车穿过夜色中的城市，林立的高楼在车窗外快速掠过。林之义靠在座椅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无名指上的婚戒。那是一颗3克拉的钻戒，顾廷琛求婚时买的。当时他说这颗钻石代表着他的承诺。3年后的今天，这颗钻石还戴在他手上，但承诺早就碎了一地。他缓缓地把戒指摘下来，握在手心里，金属的触感冰凉而坚硬，硌得掌心生疼。出租车停在那栋熟悉的楼下时，林之义没有急着下车。他抬头看了一眼顶楼，那扇落地窗亮着灯，暖黄色的光透出来，看起来温暖而美好。他曾经无数次在加完班的深夜抬头看那扇窗，觉得那就是他拼命工作的全部意义。现在再看，只觉得刺眼。手机又响了，这次是顾廷琛的父亲顾长河。林之义犹豫了一下，接了。之义，顾长河的声音听起来比赵美兰沉稳得多，带着一种生意人特有的老练和圆滑。你婆婆刚才跟我说了你跟廷琛的事，这件事廷琛做的不对，我已经骂过他了。但是家和万事兴，有什么矛盾咱们坐下来好好谈，不要冲动行事。龙盛那个订单对顾氏很重要，你这样做不只是伤害廷琛，更是伤害了整个顾家的利益。爸，林之义打断了他，语气依然尊敬，但话语里的态度却分毫不让。龙盛的订单是我签下来的，合同的每一条条款都是我谈的，法方信任的是我，不是我身后的顾氏。您说这个订单对顾氏很重要，但它对我更重要，因为这是我3年里用命换来的成果。而您的儿子在我签下订单的当天，让财务通知我自费差旅，
理由是他的秘书在耍小脾气。顾长河沉默了几秒。婉晴的事情我也听说了一些，他说，声音里带着一丝微妙的变化，不再那么咄咄逼人，但也没有丝毫歉意。但男人嘛，在外面应酬，有些事你要理解，我理解。林之义再次打断他，声音平静的近乎冷漠，所以我决定让出顾太太的位置，给更需要她的人。他没有再给对方说话的机会，挂断了电话，顺便把顾长河的号码也拉进了黑名单。电梯上行的时候，林之义看着镜面门里自己的倒影。坐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又在湘菜馆待了一整个下午，他看起来有些疲惫，但眼睛里的光芒是灼热的、锋利的，像是被烈火淬过的刀刃。电梯门打开，他站在了那扇熟悉的门前，指纹锁发出滴的一声轻响，门开了。客厅里灯火通明，顾廷琛坐在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摆着一瓶打开的红酒和2个杯子。他换了家居服，头发打理的一丝不苟，看起来不像是刚吵过架的样子，倒像是在等着什么人回来共进晚餐。听到开门的声音，他抬起头，脸上露出一个笑容。那个笑容让林之义愣了一下，因为他太熟悉这个笑容了。这是顾廷琛在商业谈判中惯用的表情，温和、自信，带着恰到好处的歉意，像是在说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咱们坐下来好好谈。他只有在想要达成某种目的的时候才会这样笑。3年婚姻教会了林之义很多事，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看穿顾廷琛的每一个表情背后的真实意图。回来了。顾廷琛站起来，走向他，张开双臂想要拥抱。辛苦了，巴黎那边一切都顺利吧？林之义侧身避开，把行李箱推到一边，径直走向卧室。顾廷琛的手僵在半空中，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一瞬，但很快又恢复了。还在生气？他跟在他身后，语气里带着一种刻意的温柔。好了，是我的错，刚才电话里语气不好，我向你道歉。60万的差旅费明天就让财务给你报，双倍报，行了吧？林之义打开衣帽间的门，开始往箱子里装衣服。他的动作不紧不慢，每一样东西都叠得整整齐齐，像是在做一件需要全神贯注的手工活。顾廷琛靠在衣帽间的门框上，看着他收拾东西，脸上的笑容终于维持不住了。你这是在干什么？收拾东西。林之义头也不抬，看不出来吗？收拾东西去哪里？搬出去。衣帽间里安静了2秒。顾廷琛深吸一口气，像是在努力压制某种情绪。林之义，够了。他的声音冷了下来，那种刻意营造的温柔瞬间褪去，露出底下冷硬的底色。闹也要有个限度。你以为龙盛的订单拿在你手里，就可以随便威胁我？我告诉你，那个订单对顾氏来说当然重要，但没了他顾氏也不会倒闭。而你呢？离了顾氏，你以为你是什么？你以为那些客户认的是你林之义，还是顾氏这块招牌？林之义终于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转过身来看着他。你说的对，他说，离了顾氏，我什么都不是。所以我要试试看我林之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的语气太平静了，平静的让顾廷琛心里莫名的浮起一阵不安。他见过林之义的很多种样子，工作时的雷厉风行，谈判时的沉稳老练，生活中的温柔体贴，但他从没见过他这个样子。这种平静底下藏着某种他看不透的东西，像是一潭深不见底的水，表面上波澜不惊，底下却暗流涌动。之意，他放软了语气，往前走了2步，试图拉住他的手。
我们好好谈谈。我知道你受委屈了，婉晴的事情我可以解释，不用解释。林之义把手抽了回来，动作干脆利落，没有任何犹豫。苏婉晴的事情，你可以留着跟你的下一个太太解释。他合上行李箱，拉上拉链，拖着一只箱子走出了衣帽间。走到客厅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这套住了3年的房子。客厅里那盏水晶吊灯是他挑的，窗帘的颜色是他定的，墙上挂的那幅画是他在一个雨天的周末专门去画廊淘来的。3年来，他把这里一点一点布置成一个家的样子，以为这就是他的归宿。现在他要走了，才发现这些东西从来都没有真正属于过他。对了，他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从口袋里掏出那枚戒指，随手放在了玄关的鞋柜上。这个还给你。钻石在灯光下折射出一道冷冽的光芒，像一颗坠落的星星。顾廷琛看着那枚戒指，脸色终于彻底变了。林之义，你想清楚了，今天走出这个门，你就别再想回来。林之义已经走出了玄关，听到这句话，脚步顿了一下。他没有回头，声音从走廊里飘回来，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顾廷琛，你好像搞错了一件事。什么？不是我要走，是你留不住。电梯门在他面前缓缓合上，把顾廷琛铁青的脸关在了里面。林之义拖着行李箱走出小区大门的时候，深秋的夜风迎面吹来，带着一丝凉意。他深深吸了一口气，胸腔里翻涌的情绪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化为一种奇异的、近乎亢奋的清醒。他的手机响了，是顾廷琛发来的一条微信：你走了就别后悔，没有故事，你1个月之内就会回来求我。林之义盯着这条消息看了3秒，忽然笑了。他打了2个字回复过去：等着。然后他再次把顾廷琛拉进了黑名单，这一次包括微信、手机以及所有可能的联系方式。出租车停在了陈敏家楼下，林之义在车上就给陈敏打了电话，只说了一句我今晚住你那儿。陈敏什么都没问，直接回了一个好。陈敏住在城西一个老小区里，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净温馨。林之义进门的时候，陈敏已经铺好了客房的床，茶几上放着一杯热牛奶。先喝牛奶，陈敏把他按在沙发上，我去给你放洗澡水。林之义捧着牛奶杯，看着陈敏忙前忙后的背影，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他把这股酸意硬生生压了回去，喝了一口牛奶，温热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暖意一点一点蔓延开来。陈敏放好洗澡水出来，在他对面坐下，打量了他几秒。哭了？没有。想哭就哭，在我这儿不用装。林之义摇了摇头，把牛奶杯放在茶几上，靠近沙发里。他闭上眼睛，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陈敏，你说我是不是很蠢？蠢什么？3年了，我竟然一点都没看出来。他睁开眼，望着天花板。我以为我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以为我们是相互成就的搭档，以为这段婚姻虽然不算轰轰烈烈，但至少是平等的、体面的。结果在他眼里，我不过是一个好用的工具，好用的时候拿在手里，不好用的时候就可以随手扔掉。陈敏没有说话，只是安静的听着。他给苏婉晴安排了副总裁助理的位置，分管市场部。你知道吗？这件事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过一个字。他一边让我去巴黎谈30亿的订单，一边在家里架空我在公司的权利。等我签完合同回来，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让苏婉晴接管市场部，而我这个市场总监要么乖乖交权，要么自己走人。
他说着说着，自己都觉得荒唐，忍不住笑了出来。那个笑容里有苦涩，有自嘲，但更多的是一种灼热的、越来越明亮的愤怒。他大概觉得我一定会忍，因为我是顾太太，因为我没有退路，因为我离开顾氏就什么都不是。林之义坐直了身体，眼底的光芒亮得惊人，可他错了。他最大的错误就是以为我没有退路。陈敏看着他，忽然问了一句：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他说离婚的事？明天。林之义说，但在那之前，我要先做几件事。他拿出手机，翻到一个号码，拨了过去。电话响了2声就接通了。陆律师，抱歉这么晚打扰你，我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帮我做一份股权质押的评估。对，顾氏集团 15% 的股份。我现在就要知道，如果我把这部分股份转让给第三方，需要走什么程序，大概能拿到多少钱？挂了电话，他又拨出了第2个号码。沈记者，好久不见。你上次说想做一个关于女性企业家的专题报道，现在还感兴趣吗？好，那我们约个时间聊聊。主题嘛，就叫从顾太太到林总，一个女人的3年婚姻与30亿订单。陈敏在一旁听得目瞪口呆。你要接受媒体采访？不止。林之义挂断电话，在手机上快速编辑着什么，头也不抬地说，顾廷琛最在乎的就是顾氏的名声和股价。他觉得我会因为顾忌顾太太的身份而忍气吞声，但我要让他知道，当一个女人不打算忍了，她最不在意的就是那张遮羞布。他把编辑好的内容展示给陈敏看，那是一条朋友圈，配图是他在巴黎签下30亿订单当天拍的照片。他站在龙盛集团总部大楼前，手里拿着签好的合同，笑得自信而张扬。配文只有一句话：感谢所有信任我的人，新的旅程即将开始，敬请期待。公开可见，全部好友可见，包括顾氏集团所有的高管、员工、客户、合作伙伴。陈敏看着这条朋友圈，沉默了2秒，然后伸手拿过自己的手机，点了个赞，又转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我也发一条。他说，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林之义的朋友圈像是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叠叠的涟漪。周燕转了，赵小川转了，许朝阳转了，苏珊转了，然后是他们共同认识的客户、供应商、行业同行。点赞和评论的数字不断攀升，林之义的手机震动的几乎停不下来。有人发消息问他，林总，听说你要离开顾氏了，新公司做什么方向？有人直接表示，如果有合作机会，随时联系我。还有几个顾氏的老客户私下发消息问你走了以后，我们的项目谁负责？如果是别人，我就不续约了。林之义一条一条回复，不紧不慢，游刃有余。他知道这条朋友圈发出去之后，顾廷琛一定会看到。他也知道顾氏那边此刻大概已经炸了锅。一个刚签下30亿订单的市场总监突然宣布离开，这对任何一家公司来说都是足以震动股价的消息。而这仅仅只是开始。凌晨1点，林之义的手机屏幕上弹出了一条新消息，来自一个他存了很久但几乎没联系过的号码，顾氏集团的第2大股东周国栋。小林，有时间聊聊吗？关于顾氏的未来，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谈一谈。林之义看着这条消息，嘴角微微上扬。顾长河说离了顾氏他什么都不是。顾廷琛说他1个月之内就会回去求他。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手里握着的牌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那些他3年里积累的人脉、培养的团队、维系的客户，那些他在无数个加班夜里一点一滴攒下的资源，这些东西不写在股权结构里，不体现在职位头衔上，但他们真实存在，并且只属于他一个人。顾廷琛以为他拿走的是顾太太的身份，实际上他拿走的是他自己最后一层保护色。因为只有当他是顾太太的时候，他才会心甘情愿地为他所用。而当他亲手撕碎了这个身份，他也就失去了最后一个可以牵制他的理由。林之义放下手机，端起那杯已经凉掉的牛奶，一饮而尽。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找办公场地、注册公司、对接龙盛的法务团队、拟定团队成员的股权激励方案，还有跟顾廷琛谈离婚。睡意全无，陈敏已经回房间睡了。林之义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面前摊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一个新建的文档，标题栏里赫然写着几个大字：涅槃计划商业策划书。他开始打字，键盘声在安静的深夜里清脆而急促，像是一支急行军的脚步声。窗外的城市灯火渐渐稀疏，天色从漆黑转为深蓝，又慢慢透出鱼肚白。等陈敏早上6点起床走出房间的时候，林之义还坐在沙发上，面前的文档已经翻到了第47页。你一晚上没睡？陈敏瞪大了眼睛。睡不着。林之义把电脑转向他，你看看这个。陈敏坐下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那份商业策划书。看到一半的时候，他的表情就变了。看到最后，他抬起头，用一种全新的目光打量着林之义。这份策划书，你是一晚上写的？框架早就有了。林之义说，在顾氏的时候就想做，但顾廷琛一直不批。他说市场部做好现有业务就够了，不需要开拓新方向。其实我知道，他是怕我做大了之后不好控制，所以你把这个方向留给了自己。对。林之义靠在沙发上，目光落在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色上。在顾氏3年，我最大的收获不是那张30亿的订单，而是我弄明白了一件事，给别人打工，做得再好也是别人的。要想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有自己的事业。他顿了一下，语气变得认真而笃定。涅槃不做顾氏的翻版，我们要做的方向是顾廷琛一直看不上的跨境品牌全案服务。龙盛是我们的第一个客户，但不是唯一的。我已经联系了3家之前合作过的欧洲品牌方，他们都对这个模式感兴趣。如果一切顺利，半年之内我们就能做到盈亏平衡。陈敏放下电脑，认真地看着他。林姐，你变了很多。是吗？以前在顾氏，你虽然也很拼，但总觉得你心里有一根绳子拴着，做什么都要瞻前顾后。现在的你，陈敏想了想，找到了一个词，像是解开了。林之义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那个笑容在清晨的光线里显得格外干净，像是被雨水冲刷过的天空。是啊，他说，解开了。手机在这时候响了。林之义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挑了挑眉。是顾氏集团的法务总监老韩。他接通电话，按了免提。林总监，早上好。老韩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尴尬，显然是被迫打这通电话的。那个，顾总让我通知您一件事。什么事？关于您名下的顾氏股份，根据当初签署的婚姻财产协议，这部分股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增值部分。顾总的意思是，如果您单方面提出离婚，这部分股份应当按照原始出资额进行回购，而不是按照当前市场估值。林之义笑了一声。老韩，
你也是做法务的老人了。婚姻财产协议我手里也有一份，上面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我在顾氏任职期间所获得的股权激励以及对应的增值部分，属于我个人财产，不纳入夫妻共同财产范畴。这份协议是你们法务部亲自拟的，顾廷琛亲自签的字。你现在告诉我，要按照原始出资额回购。电话那头的沉默持续了很久。林总监，老韩的声音更尴尬了。您知道的，我也是奉命行事。我知道。林之义打断他，所以你回去告诉顾廷琛，想要我名下的股份，可以按照市场估值，1分钱不能少，否则我不介意把这些股份卖给顾氏的对头。我相信长丰集团的李总应该会很感兴趣。长丰集团4个字一出，电话那头顿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长丰集团是顾氏在行业内最大的竞争对手，两家公司从成立之初就打得不可开交，从抢客户到挖人才，从价格战到舆论战，几乎每一次行业峰会上都能闻到两家之间的火药味。顾长河曾经在公司年会上公开说过一句话，顾氏和长丰这辈子不可能有任何合作。而现在林之义直截了当地告诉老韩，他要把股份卖给顾氏的死对头。林总监，老韩的声音都变了调，您这不是把顾总往绝路上逼吗？绝路？林之义轻笑了一声，老韩，你搞错了，不是我在逼他，是他自己选的这条路。从他让财务通知我自费差旅的那一刻起，他就应该想到这个后果。他挂断电话，转头看向陈敏。陈敏正捂着嘴，努力不让自己笑出声来。你看到了吗？陈敏指了指手机，顾氏内部群已经炸了。有人把你昨晚发的那条朋友圈截图发到了群里，然后不知道谁又把你跟老韩这通电话的内容传了出去。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不仅要离开顾氏，还要把股份卖给长丰。反应比我想象的快。林之义点点头，表情淡定的像在评论一道菜的火候。他的话音刚落，手机又响了。这次是一个陌生号码，但号码的尾数他很熟悉，那是顾家老宅的座机。林之义没接，电话响了10几声，自动挂断了，然后又响了起来。第3次响起的时候，林之义终于接了。林之义，赵美兰的声音尖锐的几乎要刺穿耳膜，你是要毁了顾家吗？把股份卖给长丰？你是不是疯了？你知不知道长丰跟我们顾家有多大的仇？你这是在吃里扒外。你嫁到顾家3年，我们顾家待你不薄，你就是这样报答我们的。妈，林之义的声音平静如水，顾家待我不薄，请问具体体现在哪里？是我出首付买的房子写了顾廷琛的名字，还是我3年里帮顾氏翻了20倍的营收，却只拿了15%的股份？又或者是您儿子在我出差期间让别的女人坐上副总裁助理的位置，还让财务通知我全程自费？赵美兰被这一连串的反问噎得说不出话，电话里只剩下粗重的喘息声。之意，顾长河的声音插了进来，显然电话开着免提，股份的事我们可以坐下来谈。你把股份卖给长丰，对你也没有任何好处。长丰的出价未必比顾氏高，而且你跟顾氏闹翻了，以后在行业里也不好做人。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我的条件很简单。林之义打断他：第一，按照市场估值全额回购我名下15%的股份。第二，离婚协议由我的律师起草，财产分割按照法律规定的来，该我的我1分不让，不该我的我1分不要。
第三，他停顿了一下，语气陡然变冷。第三，从今天起，我跟顾家再无任何关系，请你们不要再以一家人这3个字来联系我。他挂断电话，关机，把手机扔在了沙发上。陈敏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过了好半天才缓过神来，竖起大拇指。林姐，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能打？林之义靠在沙发上，望着窗外越来越亮的天色，嘴角浮起一个淡淡的弧度。因为以前有人告诉我，温柔是最好的武器。后来我发现，说这话的人只是想让你一直温柔下去，好让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清晨的冷风涌进来，带着城市苏醒时的喧嚣和生机。楼下的小贩已经在出摊了，热干面的香气混着豆浆的甜味飘上来，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走吧，他回头对陈敏说，今天还有很多事要做。上午10点，林之义出现在了滨海市最繁华的 CBD。他约了一家共享办公空间的负责人看场地，对方一见到他就热情地迎了上来，显然已经看到了昨晚那条引爆行业圈的朋友圈。林总，您能选择我们这里办公，是我们的荣幸。负责人是个30出头的干练女人，姓方，说话利落又热情。我们这边刚好有一整层空出来了，视野特别好，可以看到整个滨海湾。您要是有兴趣的话，我可以给您一个优惠价。林之义跟着他在楼层里转了一圈，空间确实不错，开阔通透，装修风格也现代简约，很适合一家初创公司。他在落地窗前站了一会儿，看着远处海面上来来往往的轮船，心里默默盘算着租金、装修、人员配置和时间节点。方经理，他转过身来，语气笃定，这一层我要了，签3年，租金年付。但我有一个条件，我需要在1个星期之内全部到位，包括办公家具和网络设备。方经理眼睛一亮，没问题，我这边全力配合。从共享办公空间出来，林之义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嘴角微微上扬，是龙盛集团的杜邦。林女士，杜邦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兴奋，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我昨天把你的情况跟总部汇报了一下，董事会对你的评价非常高。他们的意思是，如果你真的要独立出来做，龙盛不但愿意把之前的订单转签到你的新公司，还愿意跟你签一份战略合作协议。未来3年，龙盛在亚太地区的所有品牌推广业务全部交由你的公司独家代理。林之义站在 CBD 的街头，身边是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辆。他握着手机，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在胸腔里重重地雷了一下。3年独家代理，龙盛在亚太地区的品牌推广预算每年至少20亿，3年就是60亿，这比那张30亿的订单还要翻1倍。杜邦先生，他深吸一口气，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我需要确认一件事，龙盛做出这个决定是基于对我个人和团队的认可，还是基于对顾氏集团的信任？因为现在我已经离开顾氏了，我不能用顾氏的任何资源来完成这个项目。杜邦在电话那头笑了。林女士，你太不了解你自己了。他说，龙盛选择你从来都不是因为顾氏。事实上，在跟你接触之前，我们对顾氏的了解非常有限。是你的专业，你的诚意，你对市场的洞察力打动了我们。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真正理解欧洲品牌又深谙亚洲市场的人，而你就是那个人。跟顾氏无关，只跟你有关。跟顾氏无关，只跟你有关。这句话像一道光，
照亮了林之义心里最后一点阴霾。他站在街头，忽然觉得眼眶有点发热，但他忍住了，只是握着手机，声音平稳地说了一句：“谢谢你，杜邦先生，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挂了电话，他站在原地，仰起头，看着头顶那片被摩天大楼切割成几何形状的天空。阳光从楼宇的缝隙间洒下来，照在他的脸上，温暖而明亮。手机又响了，这次是陆律师。林总，股权质押的评估结果出来了。陆律师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凝重，但是我发现了一些你可能不知道的事情。什么事情？你名下那15%的股份，在半年前被人分批做了股权质押，质押总额是2300万，质押人是顾廷琛。林之义握着手机的手骤然收紧。股权质押2300万，半年前他在做什么？他在准备龙盛项目的第一个提案，每天工作16个小时，恨不得把1分钟掰成2半用。而顾廷琛在他拼了命为公司争取新业务的时候，偷偷把他名下的股份拿去做了质押。陆律师，他的声音冷得像冰，这件事需要我本人签字同意吗？按照规定，股权质押必须股东本人签字。但是陆律师顿了一下，如果对方伪造了您的签名，那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经济犯罪。伪造签名跟签字是伪造的一样的手段。原来顾廷琛不是第一次用这招。他对财务说他的审批签字是伪造的时候，那么理所当然，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陆律师，帮我收集所有证据。林之义的声音平稳的不带一丝波澜，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越是这种时候，他心里翻涌的怒火就越猛烈。我要让他知道，伪造签名这件事不是每次都能用一句秘书耍小脾气来解决的。挂了电话，林之义站在路边，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目光沉沉地望着远处的海面。陈敏从旁边的咖啡店里出来，手里端着2杯美式，看到他脸上的表情，脚步顿了一下。怎么了？林之义接过咖啡，喝了一口，苦涩的液体在舌尖炸开，让他的头脑更加清醒。顾廷琛半年前把我的股份拿去做了质押，伪造了我的签名。陈敏手里的咖啡差点洒了，他疯了吧？也许吧。林之义平静地说，不过不重要了。他既然做了，就要承担代价。他拿出手机，拨通了顾氏法务总监老韩的电话。老韩，帮我转告顾廷琛一句话。林总监您说，告诉顾总，股权质押的事我已经知道了，证据已经移交给我的律师。如果他想谈，今天晚上7点，在我们结婚时住的那套房子见。如果不来，明天这个时间，经侦支队会有人上门请他喝茶。他说完直接挂了电话，转头看向陈敏，脸上的表情已经恢复了平静，甚至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走吧，下午还要去见3个客户，晚上我请大家吃饭，庆祝涅槃正式成立。陈敏看着他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不是陌生人，而是一个他认识了很久却从未真正了解的人。原来这个在顾氏3年里一直以温柔、专业、靠谱著称的市场总监，骨子里藏着一头沉睡的猛兽。而现在这头猛兽醒了。好，陈敏笑着说，不过你得先告诉我，晚上7点那场戏，我能不能去围观？不能。林之义拉开车门坐进去，那是我跟他的最后一场对话，不需要观众。车子驶出 CBD， 汇入城市中午的车流。林之义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
脑海中快速推演着接下来的一切：晚上跟顾廷琛的谈判，新公司的注册流程，龙盛战略合作的签约仪式，团队的股权激励方案，以及那场他已经在联系媒体的离婚发布会。每一步都是一步棋，每一步都在他的计算之中。顾廷琛以为他是一条没有退路的鱼，只能在他的池塘里游。可他不是大海，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池塘。而林之义从来就不属于池塘，他属于更广阔的水域。晚上7点，林之义准时出现在那套曾经属于他和顾廷琛的家门前。他没有用指纹开锁，他的指纹已经被删除了，这倒省了他的麻烦。他按了门铃，门几乎是立刻就被打开了，仿佛开门的人一直等在门口。顾廷琛站在门内，穿着那件他去年送他的深蓝色羊绒衫，头发打理得很整齐，但眼底的青黑出卖了他。他大概昨晚一夜没睡。龙盛取消订单的消息在今天早上传遍了整个行业，顾氏的股价开盘就跌了8个点，盘中一度触及跌停。顾长河紧急召开了董事会，但股东们的情绪比他预想的还要糟糕。最重要的是，周国栋，那个持股仅次于顾家的第2大股东，今天下午在董事会上公开表态，如果顾廷琛不能妥善处理这次危机，我个人认为管理层需要做出调整。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确，要么你摆平林之义，要么我们摆平你。来了。顾廷琛扯出一个笑容，试图维持表面的镇定。进来吧。林之义走进客厅，在沙发上坐下。他穿着一条黑色的西装裤和一件白色的真丝衬衫，外面套了一件驼色的大衣，干练而从容。他没有化妆，素着一张脸，但那份气场比任何妆容都更有压迫感。顾廷琛在他对面坐下，给他倒了一杯茶，是正山小众，他最喜欢的红茶。他记得他的口味，这个细节曾经让林之义感动过，但现在看来，记得一个人的喜好和尊重一个人完全是两回事。之意，顾廷琛率先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刻意的疲惫和无奈，像是在说好了，我累了，咱们都别闹了，你到底想要什么？龙盛那个订单，我可以让婉晴跟你道歉，项目还是你来负责。副总裁助理的事也可以调整，你如果不喜欢婉晴分管市场部，我可以给他换个部门。夫妻之间有什么不能商量的？你何必把事情闹成这样？林之义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茶是好茶，但他现在喝着只觉得寡淡。顾廷琛，你到现在还以为我是在因为苏婉晴跟你闹？不然呢？顾廷琛摊了摊手，我知道婉晴的事让你不舒服了，但男人嘛，逢场作戏而已。他就是一个秘书，对我而言什么都不是。你才是我明媒正娶的太太，顾氏的股份你有，房子有你一半，公司的高管位置你也有，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逢场作戏。林之义重复了一遍这4个字，忽然笑了。所以你承认你跟苏婉晴的关系了？顾廷琛愣了一下，大概是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接的抓字眼。他张了张嘴，想解释什么，但林之义没给他机会。顾廷琛，我问你几件事。他放下茶杯，目光平静地看着他。第一，半年前你把我的股份拿去质押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知道？第二，你让苏婉晴做副总裁助理，分管市场部，是在我去巴黎之前就决定好的，还是在我走的第2天决定的？第三，他往前倾了倾身体，声音不高，却字字如刀。第三，这3年里，你有没有哪怕一天真正把我当成你的妻子，而不是一个帮你赚钱、帮你管理公司、
帮你撑门面的工具。客厅里安静的能听到墙上挂钟的秒针走动声。顾廷琛的表情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先是一僵，然后迅速恢复了镇定。你说的这些都是误会。他说，语气变得圆滑起来，带着商人特有的精明和狡黠。股份质押是因为当时公司现金流紧张，我想着反正你的股份也是咱们家的，用一下怎么了？至于晚晴的安排，我是觉得你工作太辛苦了，想给你分担一下压力。分担压力？林之义笑出了声。分担到你的秘书身上，让他做我的顶头上司。顾廷琛，你的分担方式还真特别，你非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顾廷琛的脸色终于沉了下来，耐心显然已经耗尽，但我要提醒你，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龙盛的订单如果没了，顾氏损失的是30亿，而你损失的是你3年里最大的业绩。你以为你拿着这笔业绩出去找工作很容易？行业里谁不知道你是顾太太？离了顾氏的光环，你以为还有谁会买你的账？这就是顾廷琛最真实的想法。他从来都不认为林之义的能力有多强，他觉得一切都是顾氏的加持。30亿的订单是顾氏的品牌谈下来的，优秀的团队是顾氏的平台吸引来的，那些客户的信任是顾氏的背景换来的。他林之义不过是恰好站在了那个位置上。林之义看着他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不，比陌生人还不如，陌生人至少不会让他感到如此荒谬。他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茶几上。这是我的离婚协议，你看一下。顾廷琛没有接，只是扫了一眼封面上离婚协议书几个大字，嘴角勾起一个讥讽的弧度。你真的想好了？想好了。财产怎么分？该我的我一分不让，不该我的我一分不拿。林之义平静地说，房子是婚后共同财产，我出首付，你还贷款，按照出资比例分割。你名下那辆车，我出的全款，你要么过户给我，要么按市场价折现。至于顾氏的股份，他顿了一下，目光陡然锐利起来。你半年前质押的那2300万，我已经委托律师收集了所有证据。伪造股东签名进行股权质押，顾廷琛，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如果我向经侦报案，你面临的不只是民事赔偿，还有刑事责任。顾廷琛的脸瞬间变了颜色，他猛地站起来，居高临下的瞪着林之义，胸膛剧烈起伏着。你威胁我？不是威胁，是告知。林之义依然坐着，姿态从容，语气平稳。你有2个选择。第一，按照市场估值全额回购我名下15%的股份，质押的事我可以暂时不追究。第二，我们走法律程序，我报案，你配合调查，最后该赔的赔，该判的判。你疯了！顾廷琛的声音骤然拔高，脸上的从容和镇定终于彻底碎裂。林之义，你是不是觉得傍上了龙盛就可以为所欲为？我告诉你，龙盛是龙盛，你是你，你以为没了顾氏，龙盛还会跟你合作？杜邦那个老狐狸不过是利用你恶心我罢了，等他利用完了，你什么都不是。林之义站起身，拎起包，看着面前这个气急败坏的男人。3年了，他第一次见到顾廷琛如此失态的样子。这个男人永远西装革履，永远从容不迫，永远摆出一副掌控全局的姿态。可现在，他像是被人拆穿了魔术的蹩脚魔术师，手里只剩下一把没用的道具牌，慌慌张张地挥舞着，试图维持最后的体面。顾廷琛，你说错了一件事。
他一边往门口走一边说，语气淡得像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龙胜选择我，从来都不是因为故事，是你一直在沾我的光，而不是相反。他拉开门，最后回头看了他一眼。那份协议你好好看看，3天之内给我答复。过了3天，条件就不是现在这样了。门在他身后关上的那一刻，林之义听到了玻璃碎裂的声音，大概是顾廷琛把茶几上的杯子砸了。他没有回头，径直走向电梯。夜风迎面扑来，带着滨海市特有的潮湿和咸涩。林之义深深吸了一口气，忽然觉得浑身轻松。那种感觉很奇怪，像是卸下了一副戴了很久的面具，又像是从一场漫长而荒诞的梦中醒来。他拿出手机，看到10几条未读消息，有一条来自杜邦，林总部已经正式批准了战略合作方案，签约仪式定在下周3，地点拟定。有一条来自陆律师，证据链已经完整，随时可以启动法律程序。有一条来自陈敏，办公室装修进度比预想的快，方经理说3天就能搞定。还有一条来自周燕，是一张截图，截图上是顾氏集团的内部公告，标题赫然写着关于市场总监林之义离职的声明。公告内容是顾氏集团遗憾地宣布，林之义因个人原因辞去市场总监一职，公司尊重并感谢他3年来的贡献，同时强调龙盛项目的终止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最下面是一句来自周燕的评论，这公告是苏婉晴写的，满篇都是虽然林之义走了，但我们顾氏依然很牛的茶味。我快笑死了，他们是不是不知道你现在手里握着龙盛的3年独家代理？林之义笑了一下，回复道，让他们再高兴几天。他收起手机，拦了一辆出租车，坐在后座上，他望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城市夜景，脑海中勾勒着接下来的每一步棋。顾廷琛以为他的对手还是那个会为了家庭忍让妥协的林之义，他以为只要摆出强势的姿态，再给一点甜头，他就会像以前一样乖乖回去。他甚至可能还在想，等过几天他气消了，再让赵美兰打个电话劝劝，这事就过去了。但他不知道的是，他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一个不再有软肋的人。而那些他曾经用来拿捏他的东西，顾太太的身份、公司的职位、婚姻的牵绊，现在全部变成了刺向他的武器。3年前，林之义嫁给顾廷琛的时候，他以为自己是嫁给了爱情。3年后，他才发现，他嫁给的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利益交换。顾家需要一个能干活、能赚钱、还不争不抢的儿媳妇，而他恰好符合所有条件。但现在，他不打算再配合这场演出了。出租车在一家火锅店门口停下，林之义推门进去，包间里已经坐了5个人，他的团队，他的战友，他的涅槃。林姐，赵小川第一个站起来，看到顾氏那个公告了吗？笑死我了。看到了。林之义坐下，拿起筷子涮了一片毛肚，让他们发吧，发的越多越好。为什么？赵小川不解。许朝阳难得替他回答了，因为现在他们把自己架上去了。公告说林姐走了不影响业务，等到龙盛官宣跟我们的合作，就等于当众打了顾氏的脸，站得越高，摔得越惨。而且陈民补充道，顾氏的股东们看到这份公告，会以为事情已经摆平了。等过几天真相出来，股东的情绪反弹会比现在更激烈。到时候不用林姐动手，股东们就能把顾廷琛撕了。林之义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吃着火锅。热气氤氲中，
他的表情模糊而平静，但眼底的光芒却越来越亮。吃完饭，6个人围坐在火锅桌旁，开了一场非正式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周燕负责拟定新公司的项目流程，陈敏梳理了所有可迁移的客户资源，赵小川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市场推广方案，许朝阳已经设计好了公司的 logo 初稿，苏珊则把所有行政注册的流程和时间节点列得一清二楚。林之义听着他们七嘴八舌的讨论，忽然觉得有一种久违的充实感涌上心头。这才是他想要的感觉，不是站在某个男人身后的贤内助，不是被架空的市场总监，不是忍气吞声的顾太太，而是一个带领着团队，掌控着自己命运的人。会议开到深夜11点才散。临走的时候，周燕忽然问了一句：“林姐，你跟顾廷琛谈得怎么样？”所有人都停下了脚步，转头看向他。林之义想了想，说了4个字：不欢而散。他会同意你的条件吗？不会。林之义说，至少现在不会。他太骄傲了，不可能这么轻易低头。但没关系，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低头。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平静，但所有人都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了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接下来的3天，一切都按照林之义预想的轨迹发展。第1天，顾氏集团那份林之义离职不影响业务的声明在行业圈里传开了。不少人私下议论，说顾氏这步棋走得够硬气，宁失一将也不愿被人拿捏。但也有人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如果林之义的离开真的不重要，为什么顾氏的股价还在跌？第2天，林之义的律师把离婚协议的正式版本发给了顾廷琛的律师。协议里白纸黑字的列明了财产分割方案，房产按照出资比例分割，顾廷琛需向林之义支付房屋净值的1半，折合现金约800万。顾氏集团15%的股份按照当前市场估值回购，价值约3600万。股权质押伪造签名一事另行追究法律责任，除非顾廷琛在协议中明确放弃对这部分股份的任何争议权利。协议还特别注明，林之义保留就伪造签名一事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权利。顾廷琛的律师看完协议之后，据说沉默了整整5分钟，然后给顾廷琛打了个电话。电话内容不得而知，但据顾氏内部人士透露，顾廷琛接完电话之后，在办公室里砸了一个价值6位数的摆件。第3天，龙盛集团正式对外发布了新闻稿，宣布与涅槃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新闻稿中明确提到，龙盛选择涅槃的原因是高度认可涅槃创始人林之义女士及其团队的专业能力，并称林之义是亚洲市场最具洞察力的品牌专家之一。这篇新闻稿像一颗炸弹，在行业圈里炸开了锅。最精彩的是，龙盛特意选在了上午10点发布这篇新闻稿，正好是顾氏集团召开临时董事会的时间。据参加董事会的人后来透露，顾长河看到新闻之后脸色铁青，当场质问了顾廷琛一句：“你不是说他离开顾氏就什么都不是吗？那龙盛这篇新闻稿是怎么回事？”顾廷琛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而周国栋，那个一直在暗中观察局势的第2大股东，在董事会上说了一句更有分量的话：“我建议公司重新评估管理层的决策能力。”30亿的订单被管理层用60万差旅费搞砸了，这件事需要有人负责。风向开始变了。第4天上午，林之义正在新办公室里跟团队开项目启动会，苏珊忽然拿着手机冲了进来：“林姐，你看这个。”林之义接过手机，
屏幕上是一条刚刚发布的财经新闻，标题赫然写着顾氏集团第二大股东周国栋公开表态，不排除对管理层提出不信任动议。配图是周国栋在顾氏总部大楼门口被记者堵住时的照片。照片里的周国栋表情严肃，面对记者的提问只回答了一句话：顾氏需要的是一位能把公司利益放在个人情绪之前的领导者。这句话没有点名道姓，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说谁。周国栋这步棋走得妙，陈敏在旁边评论道，他不直接点名顾廷琛，但话里话外都是在说他因为私事影响了公司利益。这样既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又不会跟顾家彻底撕破脸，给自己留了后路。周国栋本来就是个老狐狸，林之义放下手机，语气平淡。他在顾氏持股这么多年，一直想扩大自己的话语权，但顾长河和顾廷琛父子把控得太紧。这次的事情给了他一个绝佳的机会，他不可能不抓住。所以他现在是在帮我们。不是帮我们，林之义摇了摇头，是在帮他自己。但没关系，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周国栋的施压对我们有利。他话音刚落，手机就响了。来电显示是一个他意料之中但又有些意外的人，周国栋。林之义接通电话，按了免提，示意团队安静。林总，恭喜啊！周国栋的声音听起来爽朗而热情。龙盛的合作新闻我看到了，巾帼不让须眉，了不起。谢谢周总。林之义的语气礼貌而疏离。周总找我有什么事吗？也没什么大事。周国栋笑了一声，就是想问问你，关于你手里那15%的股份，有没有兴趣坐下来聊聊？你知道的，我现在是顾氏的第二大股东，如果能把你那份拿过来，我在董事会的话语权就……周总，林之义打断他，我对你和其他股东之间的博弈不感兴趣。我的股份，要么顾家回购，要么卖给长丰，这是我的底线。电话那头安静了2秒。周国栋显然没想到林之义会这么直接的拒绝他，但他毕竟是个老江湖，很快就调整好了语气。卖给长丰？你是认真的？我从不拿生意上的事开玩笑。好，周国栋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了。那我换个说法，如果我能帮你促成顾家的回购，而且价格让你满意，你愿不愿意在董事会上支持我提出的管理层调整方案？林之义微微挑眉，这个老狐狸绕了一圈，还是绕回了自己的目的。他想借他的手扳倒顾廷琛，同时把他的股份纳入自己的阵营。周总，他说，我可以考虑你的提议，但有一个前提，你必须先让我看到你的诚意。什么诚意？3天之内在董事会上正式提出管理层不信任动议。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这一次的沉默更长一些。提出不信任动议意味着跟顾家彻底撕破脸，周国栋需要权衡利弊。但林之义知道他一定会答应，因为这是他等了多年的机会，错过了这一次，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成交。周国栋终于开口，3天之内你会看到你想要的东西。挂了电话，整个办公室安静了2秒，然后赵小川率先鼓起了掌。林姐，你也太猛了吧，你这是要让顾家内部分裂啊？不是分裂，林之义纠正他，是把本来就存在的裂痕暴露出来。顾氏的股东结构一直都有问题，顾家持股不到40%，却把控着全部的管理权。其他股东早就不满了，只是没人敢第一个站出来。周国栋需要一个契机，我给了他这个契机。那如果他真的扳倒了顾廷琛呢？那不是更好吗？林之义笑了一下，眼底的光冷静
而锐利，顾廷琛最怕的就是失去顾氏的控制权。我就是要让他尝尝被人从自己最在乎的位置上推下来是什么滋味。办公室里安静了一瞬，所有人都从林之义的笑容里读出了一层更深的意味。他不只是要离婚，不只是要股份，不只是要自己做公司，他要的是让顾廷琛付出代价，完整的、彻底的、不留余地的代价。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当天下午，又一条消息震动了整个行业圈。长丰集团的总裁李明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及对龙盛与涅槃合作的看法。他的回答出人意料的坦率：我认识林总多年，他的专业能力我一直非常欣赏。如果林总有意向，长丰愿意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参与涅槃的下一轮融资。至于顾氏的股份，我只能说，如果有人愿意卖，我随时准备好现金。这段采访一出，舆论彻底炸了。长丰集团要投资林之义的新公司，长丰还要买他手里的顾氏股份，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行业里最大的两个玩家都在抢着跟林之义合作。而那个发公告说林之义离职不会影响业务的顾氏，此刻看起来像是一个讲了一个冷笑话的小丑。顾氏总部大楼里，顾廷琛坐在他那间宽大的总裁办公室里，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播放着李明哲的采访视频。他的手指死死捏着钢笔，指节泛白。桌上摊着的是林之义的离婚协议，翻到了最后一页，那上面密密麻麻的法律条款像是一群蚂蚁，爬满了他的视线。协议旁边还放着一份文件，经侦支队的协查通知。陆律师今天早上正式向公安机关提交了股权质押伪造签名的报案材料。顾氏的法务团队已经明确告诉他，这个案子几乎没有翻盘的余地，签名鉴定的结果对他极为不利。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顾长河走了进来，脸色比窗外的阴天还要沉。你看看这个。他把手机扔在顾廷琛面前，屏幕上是一条新的新闻推送：顾氏集团股价连续5日下跌，市值蒸发超8亿。业内人士分析称，核心高管离职与重要订单流失是主要原因。8亿，顾长河的声音冷得像冰，就因为你舍不得那60万差旅费。顾廷琛，我辛辛苦苦经营了20年的公司，你用了5天时间就让他蒸发了8亿。爸，别叫我爸。顾长河打断他，坐到了对面的椅子上，目光阴沉的像暴风雨前的天空。我现在以董事长的身份跟你谈话，不是以父亲的身份。周国栋已经联络了3位小股东，准备在后天的董事会上提出管理层调整方案。如果他成功了，你这个总裁的位置就保不住了。顾廷琛的脸色一片灰白，他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挽回局面，顾长河说，你跟林之义谈。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跪下也好，求他也罢，把离婚协议撤回来，让龙盛的订单回到顾氏。哪怕只是名义上回到顾氏，也能稳住股价和股东的情绪。不可能。顾廷琛的声音沙哑，他已经把股份质押的事报了案，你觉得他会撤？顾长河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让顾廷琛意想不到的话，那就满足他的条件，回购股份，按市场价，1分不少。离婚协议他怎么起草就怎么签，财产分割他想要什么就给什么。质押的事，你去求他撤案，条件随他开。爸，那要将近4000万，还有房子、车，4000万买一个止血的机会，不贵。顾长河打断他，声音里带着一种颓然的疲惫。
你知道今天上午有多少个经销商打电话来问情况吗？你知道供应商那边已经开始缩短账期了吗？顾廷琛，你现在面对的不是林之义一个人，是整个市场对顾氏信心的崩塌。再拖下去，别说4000万，4个亿都未必能止得住。顾廷琛愣愣地坐在椅子上，像是被人抽走了所有的力气。这个在他眼里一直温柔顺从，永远不会对他说不的女人，在短短5天之内把他逼到了悬崖边上，而他甚至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去吧。顾长河站起身，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他一眼，去求他，你欠他的，跪着也要还完。办公室里只剩下顾廷琛一个人，他低头看着桌上那份离婚协议，手指颤抖着翻到最后一页。那是财产分割的明细表，每一个数字都像一个耳光，响亮地扇在他的脸上。他拿起手机，翻到林之义的号码，手指悬在拨号键上方，停了好久好久，最终他按了下去。电话响了6声，每一声都像一个世纪那么长。第7声的时候接通了。喂。听到林之义声音的那一刻，顾廷琛竟然发现自己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准备了无数套说辞，示弱的、强硬的、晓之以理的、动之以情的，但真正听到他的声音时，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之义，他最终开口，声音干涩的像是砂纸摩擦，我们见一面，好好谈谈，最后一次。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好。林之义说，今晚7点，老地方。老地方，那家湘菜馆。他在那里跟他吃过无数顿饭，却从来没有真正注意过他喜欢吃什么菜。他点菜永远按照自己的口味，林之义从没抱怨过。挂了电话，顾廷琛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上那盏刺眼的灯。他忽然想起3年前他向他求婚的那个晚上，他在加班，他抱着一束花出现在他的工位前，单膝跪地。他愣了很久，然后红着眼眶说好。那时候的林之义会因为他的一个惊喜而感动得热泪盈眶，现在的林之义大概只会觉得那束花碍事。晚上6点50分，林之义提前到了湘菜馆。老板还是那个老板，看到他就笑着迎上来，林小姐，好久没见你了。还是老位子。老位子，谢谢。他走进最里面那个包间，坐下来，点了一壶茶，普洱，陈年的。以前他喜欢喝红茶，因为顾廷琛喜欢喝红茶。后来他发现自己其实更喜欢普洱的醇厚，只是从来没有说出口。7点整，顾廷琛推门进来。他换了一身衣服，头发也重新打理过了，但眼底的青黑和眉间的倦色骗不了人。他在林之义对面坐下，2个人隔着一张圆桌，却像是隔了整整一片海。想吃什么？林之义把菜单推过去，今天我请客。顾廷琛没有接菜单，只是看着他。那种目光林之义很熟悉，是猎人打量猎物时的审视。但这一次他不是猎物。之义，他开口，声音低沉，我们结婚3年，你真的要做的这么绝吗？林之义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然后放下。顾廷琛，你觉得我做的绝？他的语气平静的像在讨论天气。你半年前伪造我的签名做股权质押，你在我出差期间给你的情人升职加薪，架空我的权利，你在我签下30亿订单当天通知我全程自费。这3件事，哪一件是不绝的？你告诉我。顾廷琛的嘴唇动了动，没有说话。你不是觉得我做的绝？林之义继续说，你只是没想到我会反抗。在你的预想里，
我应该忍气吞声，乖乖回家，继续做那个不会给你添麻烦的顾太太。因为我没有退路，因为离了你我什么都不是，对吧？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林之义的声音依然平静，但每一个字都带着不容回避的力量。你今天来找我，是因为觉得对不起我，还是因为股价跌了，股东闹了，公司乱了，你需要我来帮你擦屁股？顾廷琛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这个包间，这张桌子，这个坐在他对面的女人，一切都那么熟悉。但有什么东西彻底变了？以前他和林之义也在这里吃过饭，大多数时候是加班后的夜宵。那时候的林之义总是温柔的给他夹菜，耐心的听他抱怨工作上的烦心事，然后给出恰到好处的建议。他从不跟他争吵，从不对他说重话，从不让他在任何人面前难堪。他以为那是他的本性，现在他才明白，那是因为他爱他。而当他不爱了，他可以比任何人都冷。协议我看过了。顾廷琛深吸一口气，终于放下了所有的姿态。你的条件，我全部答应。股份回购按市场价，房产分割按出资比例，车过户给你。质押的事，我认。你能不能撤案？林之义看着他，眼底没有胜利的喜悦，也没有报复的快感，只有一种深沉的、近乎悲悯的平静。可以撤案，他说，但你需要在协议里加一条，你承认伪造我的签名进行股权质押，并放弃对这部分股份及对应增值收益的所有权利主张。白纸黑字，签字画押。顾廷琛的脸抽动了一下。这份承认书如果签了，就等于给自己留了一个永远的把柄在林之义手里。但如果不签，经侦那边的调查会让他失去更多。好，他咬着牙说，我签。还有一件事。林之义从包里又拿出一份文件，推到他面前，你看看这个。顾廷琛低头看去，是一份项目转让确认书。内容是顾氏集团正式确认将龙盛项目的全部合作权益转让给涅槃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并承诺不对此提出任何异议。这不可能。顾廷琛的脸色骤然变了。龙盛的订单你可以带走，但让顾氏签转让确认书，等于公开承认我们输了。这对顾氏的声誉，顾氏还有声誉吗？林之义平静地打断了他。5天了，顾氏的股价跌了多少，市值蒸发了多少，你比我清楚。你现在最需要的不是保住面子，而是止损。签了这份确认书，顾氏可以对外宣称是战略调整，主动转让，至少比被龙盛单方面解约要好听得多。顾廷琛盯着那份文件，呼吸越来越重。他知道林之义说的是对的，龙盛已经官宣了跟涅槃的合作，顾氏再怎么嘴硬也改变不了订单流失的事实。与其让外界说顾氏被龙盛踢出局，不如主动转让，至少还能保全最后一点体面。但他就是咽不下这口气。这个文件一旦签了，就等于他亲手在放弃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等于他承认自己输给了林之义。我不签呢？那就算了。林之义耸了耸肩，伸手去拿回文件。龙盛那边已经准备好了单方面解约的声明，措辞会比顾氏的公告更直接。杜邦先生的意思是，既然顾氏不愿意体面的退出，那就帮你们体面。等等。顾廷琛按住了文件，手指因为用力而泛白。他看着林之义，这个他认识了很多年，结婚3年的女人，忽然觉得他陌生的像一个从未谋面的对手。他的眼神，他的语气，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带着一种他从未在他身上见过的冷静和笃定。原来他一直都有这一面。
只是在他面前，他选择了不展现，因为那时候的他在意他的感受，在意这段关系，在意那个名为家庭的东西。而现在他已经什么都不在意了。我签。顾廷琛从牙缝里挤出这2个字，拿起笔，在文件末尾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在安静的包间里格外清晰。签完最后一份文件，顾廷琛放下笔，靠在椅背上，像是被抽空了所有的力气。他的目光落在林之义身上，带着一种复杂的神色，有愤怒，有不甘，有一丝隐隐的，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后悔。之义，他哑着嗓子问，你从一开始就算好了所有的事，对吗？从你给杜邦打那个电话开始，甚至更早，你早就想离开我了。林之义将文件收进包里，动作不紧不慢。你错了，在巴黎机场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只是想问你要一个解释，哪怕只是一句道歉，我可能都会心软。他站起身，俯视着座位上狼狈的男人，声音里终于有了一丝淡淡的情绪，不是愤怒，而是释然。但你给了我一句秘书耍小脾气，所以我要谢谢你，顾廷琛。谢谢你用这3个字让我彻底醒了。他转身走向门口，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每一步都坚定而从容。等一下，顾廷琛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林之义停住脚步，没有回头。如果那天我在电话里跟你道歉了，如果我没有说那句话，我们会不会不一样？林之义沉默了几秒。不会，因为有些事情不是一句道歉就能挽回的。他转过头，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顾廷琛，婚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白。你能问出这句话，就说明你至今都没真正理解这3年来你的每一个选择，每一次忽视，每一份轻慢，是怎样一点一点把我们的婚姻推向了深渊。再见。他推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包间的门在他身后缓缓合上，把顾廷琛和他所有的狼狈、不甘、后悔一起关在了里面。林之义走出湘菜馆的大门，晚风迎面吹来，带着滨海市夜晚独有的烟火气息。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忽然觉得浑身每一根骨头都在唱歌。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陆律师发来的消息，协议已收到，签字完整，后续手续我会跟进。恭喜你，林总。紧接着是周燕的消息，林姐，快看新闻。他点开周燕发来的链接，屏幕上跳出一条刚刚推送的财经快讯，重磅！龙盛集团宣布与涅槃品牌管理签署3年独家战略合作协议，总金额预计超60亿。涅槃创始人林之义表示，公司将致力于为中国市场引入更多国际优质品牌资源。60亿，比当初那个30亿的订单整整翻了1倍。而这条新闻下面紧挨着另一条快讯，顾氏集团股价今日再度下跌 6%， 创近3年新低。公司发布公告称，原市场总监林之义名下股份已完成回购，龙盛项目已正式转让。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顾氏短期内恐难恢复元气。林之义关掉新闻页面，给杜邦发了一条消息：杜邦先生，感谢您的信任，涅槃不会让您失望。杜邦几乎是秒回，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另外，总部让我转告你一句话，龙盛非常荣幸能成为涅槃的第1个合作伙伴。林之义看着这条消息，眼眶终于微微发热，但他忍住了。现在不是哭的时候，现在还只是开始。他翻到通讯录，给陈敏打了个电话。
敏姐，通知所有人，明天上午9点，新办公室开会。龙盛的战略合作正式启动，我们要在3个月内完成第1阶段的品牌落地，工作量会很大，让大家做好心理准备。收到。陈敏的声音听起来兴奋的快要飞起来。对了，林姐，赵小川刚才说他想把公司门口那个招牌换成霓虹灯，就是你上次说的那种，让他换。还有许朝阳，他给公司设计了一个新的 slogan， 说要刻在会议室的墙上。什么 slogan？ 陈敏清了清嗓子，一字一顿的念了出来：涅槃，向死而生，而后为王。林之义沉默了几秒，然后笑了。那个笑容在夜色中明亮的像一团火焰，灼热张扬，势不可挡。好，他说，就这么刻。他挂了电话，抬头看了一眼头顶的夜空。城市的灯光太亮，看不见几颗星星，但林之义知道他们就在那里，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安静的永恒的燃烧着，就像他自己一样。3天后，涅槃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正式开业。开业仪式选在了新办公室的露台上，不大，但视野极好，可以俯瞰整个滨海湾。周燕找人搭了一个简易的舞台，许朝阳设计的公司 logo 被做成了巨大的背景板，一只从火焰中展翅飞出的凤凰，线条简洁有力，配色是大胆的红与黑。来宾不多，但每一个都分量十足。龙盛集团亚太区总裁杜邦亲自到场，长丰集团总裁李明哲送来了一只巨大的花篮，上面写着祝涅槃一飞冲天。此外还有10几家行业内的品牌方和渠道商，大多是林之义在故事3年里积累下来的人脉。最让林之义意外的是，周国栋也来了。这位故事的第2大股东穿着一身低调的深灰色西装，在人群中没有引起太多注意。他趁着其他人寒暄的时候，悄悄走到林之义身边，压低了声音：恭喜林总，涅槃的开场很漂亮。谢谢周总。林之义礼貌的点头。故事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周国栋笑了一声，眼底闪过一丝得意。你走之后，顾廷琛在董事会上的处境更差了。我提出的管理层调整方案获得了超过半数的支持，虽然还没有正式表决，但压力已经大到顾长河主动找我谈话了。谈了些什么？他希望我能暂缓不信任动议，给他儿子3个月的时间来扭转局面。周国栋顿了顿，语气变得意味深长。不过，我不打算给他这3个月。林之义看了他一眼，没有接话。他很清楚周国栋的算盘，趁你病要你命。故事越乱，他趁乱夺权的机会就越大。而顾长河那番话，与其说是请求，不如说是暴露了顾家此刻的虚弱。周总，林之义说，你们股东之间的博弈，我不参与，但我有一个小建议。请说。顾廷琛最擅长的就是在危机时刻找替罪羊。你如果逼得太紧，他可能会把你推出来当那只替罪羊。毕竟在股东的视角里，内斗和业务流失，哪件事更影响公司稳定？你比我清楚。周国栋的表情微微一滞，他显然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问题。沉默了几秒后，他缓缓点头。受教了。林之义没有再说什么，端着酒杯走向了其他来宾。他对这个话题没有太多兴趣。故事的内部斗争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他关心的是涅槃的未来。